大家好，欢迎回到龙树，这是正者龙树第10课。我们要来讲跟着念进吧当塔巴达巴。什么是达巴？梵文是巴利夏新斯鬼。对，津巴和塔巴的调查。津巴的意思是牵绊，就像是拴在牢狱那样。塔巴的意思是自由。现在我们要来讲被拴在轮回里的空性，以及摆脱那些羁绊的空性、牵绊的空性。我们先来看第一句，其实只有半句，它的开头是 Kyote。有位仁兄龙树正在问另一个人，是谁在轮回？是谁在这轮回的循环里？是谁在轮回里绕圈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就那一题，如果你不理解到底是谁在轮回里绕圈，就会导致你在轮回里绕圈。所以这是个蛮好的问题。Kyote 的意思是龙树正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是谁徘徊在轮回当中？另一个人就说 Duce， 这是让人困惑的答案，因为 Duce 的意思是因缘，而其实它也是例如说生命之轮第2个环节的名称，也就是夜行，而那个跟这里的含义完全不相关，这里指的是喷补身与心。既然我喜欢把它称之为身与心，因为比较容易懂，它完全就是我们所谓的身心。如果你说在轮回中绕圈的是身与心的组合，身心两者一起扣旋啊，如果那就是轮回里绕圈的东西，那么你就是把身心想成是不变的，还是会变的呢？当你要回答，当我在问你是谁游历在轮回里，是谁一次又一次投生，而你回答是身心，是麦克的身心，我就说，那它是不变的东西吗？还是会变的东西？龙树通常2个答案都会讲到。另一个人说它是不变的，是不变的东西。如果麦克的身心是不变的，顺带一提，这就导向了永恒，对吗？这些人错误翻译了这个词，它导向永恒。如果是麦克永恒的身心一直游历在轮回当中，当那米克它就不能绕圈了。为什么？因为它是达巴，因为它是不变的，要绕圈就要改变。透过绕圈，你会改变，绕圈就表示你会改变。你若不变，就无法去到别的地方，至少要改变你屁股坐着的地方。游历的时候，有些东西就得改变，因此那就不可能是麦克不变的身心，因为他要一次又一次的投生。另一个人就会接着回来说，好，那我改一下我的故事，是会变的身心。这也是下一句，顺带一提，这句经文的下半又被拆开了，后半的第一部分是如果你说麦克的身心是会变的，那他们也不能在轮回里绕圈。为什么？因为它每1/1000秒就会消失。K-Chiki 会变的定义。K-Chiki 跟着念 K-Chiki。这可以是一首不错的歌。
意思是会出现又会消失的事物。Kechiki 每一刻 Kechiki 那又怎么能永续的绕圈？如果它每千分之一秒都会消失的话，每千分之一秒都会消失的事物又如何能绕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每千分之一秒的麦克的身心都与上一个千分之一秒的麦克的身心是分开的，对吗？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解Samsara Christina Samsara 一起流动。对，如果格西老师的声音是像是哒哒哒哒哒哒，那每一刻之间都是分开的，那就没有理由。这个应该去到那个，因为他们床会碰在一起，所以这个也可以变成 Tim 的身心啦，不是吗？因为反正他们都没有连结，所以如果说麦克的声音是这样的，那麦克的声音为什么不能像是这样？然后在下一刻变成 Tim 为什么不行？并没有变成 Tim 的理由啊，因为 Tim 和格里老师也是没有连结的，而格里老师和格里老师之间没有连结，而格里老师可以像这样从下一刻到下一刻，那么格里老师的身心也可以变成 Tim 的身心啦，那我就可以去那边加入 Tim 的轮回了，对吗？懂吗？如果他们是分开的，任何事都能发生，而它又是不能有连结的，它不能是一个续流，为什么？因为它就会是不变的，那你就会有不同的出世，你会一直卡在同一刻里，就像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今天暂时停止，对，今天暂时停止。好的，下一句在哪里？我们应该有张图片，对吗？我们来讲圆圈吧，我想应该是秒钟。对了吗？说如果格西老师的身心只能维持千分之一秒，还怎么有时间去绕圈？如果只有单一点，就不可能形成圆圈。你无法只用一点来画个圆圈，只用一个点。好，下一句。生前的意思是生物，你也可以说有情众生。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它不算是英文，英文一般不会这么说。你的有情众生，妈妈怎么样？反正就是指生物。生前那样，瑞的是什么意思？像朗瑞步骤次第，在龙树菩萨里面 ，Ren 有特别的含义，意思是通往我刚刚给你的论证的步骤。那些到达最终论证的步骤称为，以龙树的说法叫做 Ren 步骤，就要想通往我最终论证的步骤。那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生命之轮里绕圈游历的不是格西老师的身心，而是格西老师，那就是 Ransom 同一个论证，回到同一个论证，那是什么？龙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别忘记我们已经讲完身心了，现在那个人说好，身心无法绕圈，那就是格西老师在绕圈。好啊，那就来做同一个论证。我们问了他两个问题。如果你说是格西老师在轮回中绕圈，那你所说的格西老师是不变的吗？他从不变的开始讲，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说不变的格西老师吗？对，我在说不变的格西老师。那他怎么可能绕圈？因为他一直都在同一个点上啊，他是同一个人啊，他不会变成动物或天人或地狱众生，他一直都会是格西老师，他不能改变。那第二个 Riba 是什么？还是你在说格西老师是会变的？那他就是格西老师的各个随机时刻。这样的话，我们已经用触碰的论点证明了，
接触论点就是格基老师的第一课和格基老师的第二课之间就不一定有连结。格基老师的第一课可以变成 Tim 的第二课，那是谁在绕圈？因此，没人在轮回里，没人游历在生命之轮里。为什么？因为既不是格基老师的身心，也不是格基老师。为什么？因为既不是格基老师会变与不变的身心，也不是会变的与不变的格基老师，那就没别人了，根本没人在轮回里绕圈。好，我们有张图片，是那一题邱伊喇嘛喜欢讲的概念。他说：别忘了，当我们提到格西老师，相对于格西老师的身心，在讲的是类似灵魂。有没有一个巨大的格西老师持续一次又一次投生？他长得不像格西老师，是与身心无关的。有某种格西老师的内在灵魂或精华，会取得不同的身心，对吗？他会抛弃旧的身心，再取得新的身心。因此，有某个与格西老师的身心无关的格西老师，格西老师有第三个部分，就是超级内在格西老师，而内在格西老师会持续不断的更换身心，这就是第二个论证。我会讲到的，事实上，那就是整个章节要讲的。先别作弊，我们继续。那其实是整个章节的重点。好问题，那我们继续咯，下一句。Next verse. Kelte kasa koshina, pumbukeji kamnamla, deni nampa nge zuna mena kashi korangir. 这部分有2句，而这是第一句。那个人很坚持，不，那就是格西老师。那个 Kansa Perush 是格西老师从一世去到下一世，他抛弃旧的身心，又取得新的身心，就像一些高中男生对待女生这样，或像一些高中女生对待男朋友那样，他抛弃一副身心，再取另一副。然后再换另一副，但他本身一直继续上高中。那个人就说，那确实是格西老师在不断投生。那我们就来检视格西老师和他身心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的是格西老师一直在抛弃身心，又取得新的身心，那么格西老师和他的身心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因为他的身心之间有的某些关系会让他无法更换身心。如果格西老师就是身心，那他就无法抛弃身心而投身到下一世，因为他就会消失了。如果格西老师就是他的身心，一旦他抛弃身心去取得下一个身心，格西老师就不可能是之前那个身心了。他必须得是某种可以更换身心的超人，对吗？那到底是什么关系？老师说，好吧，格西老师会继续延续是吗？是，格西老师可以更换身心，对。那格西老师就不可能是他的身心了，对吗？为什么？因为他会抛弃身心，然后去到别的地方啊。若他就是他的身心，而他抛弃了身心的话，他就消失啦，懂了吗？并没有能更换身心的格西老师，因为他就是他的身心。我们最好要看看格西老师和他身心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他说 ，Number Nature 所有的文本都有 Number Nature， 完全拼错了。我应该要修改的。Tim， 如果你能想象字母 Cha 第一列上面有 Nalo。就是旧，对吗？如果你画的是 Nalo 是独角的，顺便一提 Nalo 意思是角，那它会变成什么？旁边有一个小旗的 Cha， 就变成炸，对。所有的文本都写旧，他们都全错，应该是 chill，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也许会花个2天在字典里查 juice 这个词，你永远都找不到。而所有的雕刻都是错的，对某个人来说，这让他很不爽。如果你
Q 的意思是就像 chasa 里的萨是什么？但它真的意思是什么？从上师的手中寻求恩泽。Q 就是寻找。这里的意思就是 number nine 5种不同的方式。麦克和麦克的声音之间有5种可能的关系。我们来看看这5种关系。如果你说是麦克不断的在投生，是他不断的更换新的身心，那我们就来看看麦克和他的身心之间可能有哪些关系。可是龙树不会告诉你是哪5种，他从没他从没提过是哪5种，他从不告诉你是哪5种关系。这就是格基老师挑灯夜读。我的天啊，到底5种关系写在哪？如果你是格基老师，在深夜里遇到这个情形，而隔天早上就要讲课，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查 Gopher 查资料库。我去查了资料库，我得到的第一个答案是仁达瓦，我们称为杰尊仁达瓦。你知道谁是杰尊仁达瓦吗？他是一位萨迦大师，宗喀巴的老师，宗喀巴其中一位主要的老师。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师徒关系，但后来合作组成教学团队，他们会一起教戒律，诸如此类的。顺带一提，仁达瓦给亲友书写过非常精彩的论释，简短、甜美、精准。他给龙树的自论写过论释，也是简短而精准，所以简洁又精准。所以我首先在那里翻查，在那边翻查了一阵子，然后我去翻查宗喀巴大师他给龙树的自论写论释，叫做对推理海洋。那艘就是我们正在搭的船，我们正试着渡海。所以综合全部之后，我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答案。这就是这个文本的美妙之处。每个人都试过去解释它，而它很难，真的很难。而这个文本的论释有好几百篇。月称大师也试过解释，对吗？那我们来看看，以下有5种有可能的关系，在麦克和麦克的身心之间。以下是5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最终的结论是什么？为了对龙树公平起见，他在文本里已经给了5种关系，只是我们忘记了。他在很久之前给的，但是他在讲关于某些东西和某些东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来着？火和木材之间，当时他就已经讲过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并不是懒惰。当他讲到有5种可能的关系，其实他已经讲过了。当他在讲火与木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所以他大概很不耐烦的坐在那边，说：“笨蛋，别再问我了，回去看第10章的第14句吧。”第14句我去翻查了，在那时候我就讲过了，所以别说我没告诉你是哪5种关系，我是期待你会记得。就是以下5种，你也可能快速敷衍的看过，然后就不再多想。但我们就来仔细想想，我们从 Tim 开始 ，Tim 是不是他的身心？在这个讨论里面，别忘了，讨论的内容是 Tim 如何在生命之轮里一世又一世的投生。这问题蛮简单的 ，Tim 是否 Tim 现在的身心是否就是他的一切？不是，因为如果他死了 ，Tim 就消失了，就没人继续轮回了。因此 ，Tim 不可能等于 Tim 的身心，因为必须得有人取得身心，也必须有人抛弃那个身心。那继续讲到 Pachi 第2个 ，Pachi 是否和他的身心完全分开？你看他的身心刚刚立即倒下了，
不是啊，我们必须有某些连结，必须有某些连结，对吗？不然的话，你就是 team， 不然 party 就变成 team 了，你就去抓离他最近的身心了。因此，必须有某个 party， 不适合他的身心分开的，必须有某个 party 是他适合他的身心有某些连结的。你可以说有一个 party 适合他身心分开的，但他某种程度也必须和他的身心有纠缠在一起，不然他就会和 Rebecca 的身心纠缠在一起了，然后你就连梳头什么的都有困难，而你就会有胡子之类的，会出现各种哲学的问题。好，所以 team 不是他的身心，但 party 又不是和他身心完全分开的，是有某程度的连接的。好，第三个可能性 ，Rebecca 的身心是否某程度上有 Rebecca？ 我们反过来看，所以我们不再是 Rebecca， 不再是看 Rebecca 是否有身心，而是那边那个身心是否伸手去抓住了 Rebecca。这个想法很怪异，但是这是五种可能性里的第三个。某程度上是你的身心把你吸过来，是你身心的引力把 Rebecca 吸了进来，于是 Rebecca 被卡在 Rebecca 的身心里。这就是第三种可能性，是有点准，但也不完全是。第四个可能性 ，Paul 准备好了吗？Paul 不仰赖他的身心，你可以对他的身心做任何事情，却不会影响到 Paul。你可以感染病毒，可以去打疫苗，而 Paul 都不在乎。Paul 是与身心不同的一个个体。Paul 并不是坐落在他的身心之上。这是第四个可能性，对吗？我们有4个，对吗？1、2、3、4。Christina， 你准备好了吗？Christina 的身心不仰赖 Christina， 所以 Christina 可以跑掉，但 Christina 的身心仍然在椅子上打字。那就是第5个可能性，而全部5种可能性都有点站不住脚，他们都有点不太可能，听起来不可能。当你在想你在轮回里游历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认为你和你的身心之间是什么关系？你可否抛弃你的身心，但却能有剩下些什么可以延续到并换到新的身心里？没有身心的你可否存在？没有你的身心又可否存在？没有你的话还可以延续吗？当你在思考关于经历生命之轮，在轮回里游历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得很透彻。这就是龙树想说的。也许你有某种程度上的概念，我认为大部分人感觉，至少我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长大的。犹太基督教文化，我觉得有某个麦克的灵魂取得一个身心，并持有它一阵子，然后他们分开，而灵魂会继续。接着灵魂要找到一副新的身心，或诸如此类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对身心做任何事，你可以虐待身心，而灵魂却是超越这一切的，灵魂不会有任何影响之类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对这个问题有意见，因为我们在这种文化里成长，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但你若真的去检视它是否可辩护，是否合理，你是否完全独立于你的身心，是否有一个 Rebecca 是完全不受身心影响的？若你有兴趣，可以回去看第10章的第14句，他们在讨论木材是否就是火，那是同样的论证，也就是为什么龙树就不重复了。对不起，不对，这个讲完了。好，那就去到Duce。我们没讲到 Neverland。
第3句吗？ verse 3. 哦，你说的对，第2部分。哦，对，这个很棘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跳过了。那我们回去吧，我们知道你在说什么。Yeah, Nyerland bar, Corna Sipa Mepagir, Sime Nyerland Mena, De Kang Chishi Korangir. 这个很棘手，因为 Nirvana 是佛教哲学里一个非常难的词，意思是紧密承担。Nirvana 这里的意思是，在投生时取得新的身心，就算这个词暗示什么，对，有人取得它。所以根据古代佛教的说法，投生被称为拥抱另一个，叫做拥抱另一个，意思是另一副身心。因此龙树就把它用在投生一词，他用这个词代表投生。他说投生是否，但每次的投生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看，然后就能决定你和你的身心之间是什么关系。那我们看看你是怎么从一次投生到下一次投生，然后我们就能决定定和听的身心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里说，例如当你从一个身份换到另一个身份，然后秋元喇嘛说，我也不懂他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从人类投生到天人，投生到一种神圣而暂时的受苦众生，这就有点暗示我们有在做冥想。那么 Kowa 里就没有辛巴 ，Kowa 是轮回，辛巴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么你就再次需要丘里喇嘛，它不是指辛巴，本来是轮回的意思，就像是西佩 Kolo。巴巴恰卡拉，生命之轮在这里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帕西。既然你们有读过阿毗达摩，就会知道什么是帕多西巴。对，中阴里的众生叫做帕西，叫做巴人，巴人不是那种巴人酒吧里的人，帕西。如果你抛弃。该怎么说？如果你抛弃一副身心，然后在下一刻取得另一副身心，那么你就没有中阴了。这是他想说的。龙树说，你是怎么样从一次投生去到下一次投生的？另一个人就说，哦，你就是抛弃一副身心，然后在1/1000秒后取得一副新的。好啊，那就没有中阴了，那就违反了佛教的教导，是应该有中阴的。应该要有的，大部分的投生都有。然后那个人就说 ：“No No No， 不是不是。”如果每次投生之间都有中断，你又怎么能说有投生的循环？如果它是有中断的，你又怎能说投生的持续循环？若你说不是有中阴的，那么在抛弃这副身心而取得你的下一副身心之间，就不一定会有连结了，因为两者之间会有个空隙，当中若隔的空隙就不是一个循环，形成不了循环。循环应该像这样。如果有中阴，就没有轮回。如果你抛弃了你的身心，而在你取得新的身心之间隔了个空隙，那就不可能有循环了，那只是一堆零碎片之类的，而不是循环。它不符合循环的定义。循环应该像这样，同样的事情不断的重复，就像器材出问题之类的，就是不断的重复发生。
抱歉，我不是说真有其事，就随便说说。顺带一提，我非常感谢技术团队，愿神保佑他们。我们讲完那第二句，那就来讲下一句。对，这是个很有趣的接续。有时候龙树会继续到下一个课题，就表示他认为已经结案了，但我们却呆住。他就说：“你们懂了吧？你们懂的，就是没有人取得任何身心，而身心也没被任何人取用。”好，讲下一个咯。然后你就说：“等一下。”那我们就到下一句，然后进入另一个大课题。我们不再讲是谁取得身心，我们来说说是谁达到涅槃，谁突破了这个循环，那之后又发生什么？当你突破循环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讨论过循环，但弄不懂。你既不能取得身心，也不能不取得身心，有些东西不对劲。够了，我们继续讲别的。是谁证悟？是谁证的涅槃？读前在这一章是什么意思？$100的问题，因缘，但它在这一章里是什么意思？取消赌注 ，Kumbo， 生与心的生的心，因缘在这个词在这一章是指你的身心，这是指会变的事物。吕贝卡会变的部分，作为灵魂的吕贝卡是不锈钢，不变的蛋形，而吕贝卡的身心，他称之为吕贝卡会变的部分，就是那个你每一世都会取得又抛弃的东西。所以他说，那是否吕贝卡的身心去到涅槃呢？是吕贝卡的哪个部分去到涅槃？是不是吕贝卡的身心？这就是读龙树让人沮丧的地方。他说不是吕贝卡的身心去到涅槃，为什么？因为它是本身存在的，拜托，不是他的身心，因为身心会消失或诸如此类，为什么？因为它是本身存在的，它不仰赖任何事物，它不仰赖心识种子，它是来自于它本身，永不消失。它是不合逻辑的，来自它本身，也会不合逻辑的维持来自它本身，也没有任何不合逻辑的东西会让它消失。它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金属不变蛋形，叫做 Rebecca。所以算了吧。就像这样，龙树让人有点沮丧。这本书就像这样，会让人沮丧，有点沮丧。每次他专心讲讲，就会说：“哎，反正也不可能发生的啦。”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就会说：“因为你认为，你觉得厨房里的老公来自他本身，你就会觉得，老公老兄别这样。如果厨房里的老公不高兴，是因为工作时遇到塞车，那么你的身心就不能去到涅槃，那就是他的论证。若你的老公来自他本身，那你的身心就不可能是去到涅槃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身心的存在也来自于他本身，那他就不能改变，他就不能去到某个称为涅槃的崇高境界，因为他不能改变，因为他来自他本身。宇宙中任何事物唯一能改变的方式，就透过你的心识种子改变，懂吗？然后那个人就改变口风了。哦，不是 Rebecca 身心去到涅槃啦，是另一个选择是什么？不是 Rebecca 的身心，而是 Rebecca， 他称之为 Kansa、Purusha。哦，不，我改变决定了，改变主意的不是 Rebecca 的身心去涅槃，而是 Rebecca。
一样的问题啊，拜托，瑞贝卡来自他本身，他不能改变，他不能去到涅槃，有点像是尝试利用他在论证中想证明的东西来证明他尝试证明的东西，这似乎有些不对劲，但若真不对劲，那就证明他说的对了，一切都不对劲。对，这里的图片有点假，但只是想帮助你记得，这是瑞贝卡的身心，应该是身和心和身才对，哪个会去涅槃呢？我不知道。丘伊喇嘛有一个特别让人信服的，抱歉，特别让人信服的论证，我想来读一下。有时候去听听丘伊喇嘛讲的也不错。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龙树讲的。如果 cocaine 真的是 can， 就是can 是加在动词里，让它变成作者的字。像教师就是 la can，can 就是在英文的er，教师 teacher， 在 teach 后面加上 er 就变成教的人，在藏文里就叫做 can。所以什么是 cocaine？ 对，循环者，那个在轮回里绕圈的人。丘伊喇嘛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这么沉迷在这个人？沉迷在找出到底是谁在经历轮回？因为如果你能捏把，若你能查明他是拉辛基梅巴，对，若你能查明那个在轮回里绕圈的人不来自他本身，那你就可以停止在轮回里绕圈啦。懂了吗？这是很美妙的。我再说一遍。丘伊喇嘛说：“你要不要猜猜，我们为什么那么沉迷在找出谁在轮回里循环呢？”我们就说不知道。他说：“因为我们想看到那个人其实没有自信。为什么？因为那样你就不用在轮回里循环了。”这个非常美妙的论证，懂吗？因此，我们才有这么长的讨论，关于到底是谁在轮回里绕圈。因为透过检视你的身心之间的关系，你就会忽然明白到，你是来自于你自己，你的种子，然后你就不用继续在轮回里绕圈了。耶！这很丘伊喇嘛。好，下一句。现在他想讲的概念是青蛙 and 多瓦。我想跳到范文课，就是下一张投影片。我主要是为了 Christina 而做的，因为他喜欢这个。我们要来讨论青蛙 and 多瓦，这一章叫做牵绊与解脱，或手铐与自由之类的。我们一直在讨论是谁被铐住，是谁被手铐铐住。那先来看看这里使用的范文词，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学一点范文。当你当上药师佛的时候，就可以讲范文了。第一个词 ，manda， 瑜伽经里也有对吗？好啊，什么是 manda？ 对，锁印，我们称为锁印。对，类似的，钢体比较糟糕，钢体像是气脉里的结，但 manda 是刻意的。大概在下面这里，我也不懂，我做不太到，就是收紧你的肚子，那就是 manda 锁印。manda 技术上的拼法是一样的，全都是英文发音 manda。藏文里是青瓦。我们从藏文报纸里学到青瓦，他们一直提到清都曼瑞，中国人民解放军。藏文里中国国家军队叫做清都曼咪，
解放手铐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庆是指手铐，庆王。它的字根是绑，意思是绑起来。金维马斯有没有去过印度的公车站？大家都在罢工，他们会一直喊 Bangalo Bangalo， 我们在罢工，我们在罢工。棒的意思是他们绑起了所有公车，哪都去不了。印欧语是 band， 然后演变成 band bambo 绑带束和束，因此很容易看得出来邦打是指被拴在轮回里。那相反的是什么？下一张是 muti 或 moksha， 下是卷舌音，要把舌头向后卷。moksha 藏文是轴蛙，就像是舟马它，字根是 much 或 moch， 意思是解放。我认为这与印欧语相关的是里面的 mook， 意思是黏滑，像黏液。milk 就是来自它，而我认为它是指从轮回里滑出去，但我没放在这里，因为它有点太过了，在你的。我认为全部都和印欧语系的 mitella 相关，在拉丁文也会找到寄出讯息和派出某人，意思是解放某人，懂吗？现在回到经文里，儿童影片就要回。别忘了这里的 duche 是指身心，拼法稍微不一样。你如果从一个瞎狗身上解除手铐，从一个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的人身上，瞎狗每一分每一秒，你如何解放一个人？你如果从一个不变的人，或是每千分之一秒都在变的人身上解除手铐，当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铐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你如何？是谁在那？谁有一副永续的身心待在那？好让你除掉他的手铐，因为如果他是永续存在的，那就代表他是不变的，那就不可能的。你不能从一个永续存在的人身上除掉手铐，因为他不能改变。于是他不能从有手铐变成没手铐，因为他是不能变的。你不能从一个不能变的人身上除掉手铐，因为给他除掉手铐等于改变他，对吗？而若他每千分之秒都在变，当你的手碰到他的手铐的时候，那已经是另一个人的手铐了，懂了吗？Namashen 的意思是，我们跟随之前的模式，我们已经定义了。你不能从帕奇的身心上除掉锁链。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会持续一段时间，代表他们是不能变的。而若他们不会维持一段时间，当你碰到手铐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别人了。如果这适用于帕奇的身心，那就也适用于帕奇。这是那句经文的第二部分，它进行同样的 riba， 那是什么？同样的这些平行对应的论证，对付了帕奇的身心之后，就来对付帕奇。你不能给帕奇的身心除掉锁链，因为它只能是不会变的或不变的，而你无法给任意除掉锁链，而你也无法给帕奇除掉锁链，也就是那个不断投生的女金属 Rebecca， 不断的抛弃身心，又取得新的身心，因为换汤不换药。若它是会变的，你就没有时间去除掉它的手铐；若它是不变的，它就不能从原本有手铐变成没手铐，因为它就是会变的。对了吗？懂了吗？如果你说你可以解放某人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有些东西不对劲，这就是龙树。整个章节就在说，
帕奇进入轮回是不合理的，而你能把帕奇带出轮回也是不合理的。有些东西不对劲，当中有个大问题。为什么他讲到解放和手铐？我猜是因为我们费了很多心力在这。我们在读他的书是因为我们想改变生活，这是我们会读他的书的首要原因。好，我们继续。还有，我们讲完这章节了，耶！那我们来总结。若帕奇是那个从一世到下一世的人，那他就是不变的，因为他是那个不变的帕奇，一直取得新的身心，又抛弃他们，然后又取得新的身心，那就暗示帕奇就算没有身心也能存在，那就太疯狂了。然后如果没有帕奇，那又是谁持有他的身心？而如果帕奇就只是他的身心，那又是谁去到下一世？如果这副身心死了，帕奇就消失了，因为他就只是他的身心而已。不，帕奇是那个持有他身心的灵魂，那么他就是不变的了，那他就得永远留在轮回里，无法解脱。帕奇就是有些不对劲。好啦，去下一章，耶。